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师傅。今天咱们来聊聊基因转殖技术。OK，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基因转殖技术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确认一个观念：基因转殖的核心概念。基因转殖核心概念。那基因转殖核心概念是什么呢？基因转殖的核心概念指的是呢，来，这是第一点，指的是将外来基因导入目标生物，将外来基因导入目标生物，讲错，导入目标生物，导入目标的生物。将基因导入目标生物，去变该这个生物呢，我们导入进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必须要有新的性状。注意，这不是普通的育种，也不是简单的配种的结果。我们操作的是分子层级的 DNA， 所以基因转折重点不是在于改良的速度快，而是在于能做到传统育种永远做不到的事情。那第二点就是外源基因从哪里来？外源基因从哪里来？的地点。那外源基因究竟从哪里来呢？那非常简单，它分为3点，我在黑板上面写一点就好。它分为3点，那大多数都来自于其他生物的物种以及人工设计的基因序列，同种生物中的优良等位。那我们再来写那个其他生物的物种 ，OK。OK， 其他生物的物种，记得同学们，重点不是它来自哪里，而是你要能让它导进去，而且要让它表现出来。第3点就是基因转殖的2大工具。基因转殖的2大工具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来，基因转殖的2大工具。载体就像运送外来基因的货车，常见有3种。第一个是质体，质体。这是最常见的载体，尤其在细菌功能中，病毒的载体，病毒天生就会把基因注入宿主的细胞，所以我们要改造它的基因，就能让它带我们要的基因进去。OK， 质体。那溶杆菌就是植物界的明星工具，专门用来把外源的基因转进植物的细胞。同学，那第4点就是外源基因导入的方式。那外源基因会导入什么方式呢？那分为3点，第一个就是电穿孔，电穿孔。OK， 电穿孔，利用高压瞬间的电极，让细胞模型成暂时性孔洞，
外面的 DNA 就能趁这个空档进入细胞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基因腔 ，OK， 基因腔。影响把渡 DNA 的经微粒射进入植物细胞，最常用在很难用的溶杆菌感染的植物身上。好，那第三点是什么呢？第三点就是微注射，微好了，不然讲微注射哦，微注射，微注射。微注射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利用细波针把 DNA 直接注入细胞核，常用于动物胚胎的基因转殖。那我们再来讲第5点，擦黑板喽。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个问题，就是基因转殖动物与植物的应用。那基因转殖与植物的应用，动物呢，它制造药用蛋白质，如乳汁中生长的激素，研究疾病的模型，例如阿兹海默症的小鼠植物。那我们就可以例如这个刚才讲到蛋白质，制造药用的蛋白质。OK， 好，5，制造药用的蛋白质。制造药用的蛋白质，制造药用的蛋白质。就是这个抗虫 B2 的玉米、抗除草剂、抗加林赛大豆、增强营养的黄金稻，这些例子不是只有这个我们教科书内的内容，都是实际的商用技术。那第6个呢，就是基因转折伦理与风险。科学能做，不代表什么都该做。OK， 那会影响到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第6点会影响到什么呢？好，我们来看。就是生态系统的影响 ，OK， 生态系统的影响，生态系的影响，以及基因的外泄。那最后一个就是食品的一些疑虑那基因外泄的基因污染、食品安全的一些疑虑、动物福利的一些问题，对于农产业的结构的影响。同学们，身为未来的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，技术只是工具，伦理观念才是我们底线。你们必须知道这3件事情：基因转殖是外源基因导入并表现的一些技术。载体是导入方法，是操作的核心，应用广泛，但伦理风险的不可忽视所以呢，今天我要带你看这个基因转折技术，其实并不是有什么别的用途，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就是说呢，基因转殖它离我们并不远，它不是在专业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才会听到，一般人的正常生活当中呢也会听到基因转殖的问题，如果滥用，会影响到我们全人类的未来。谢谢。